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要关心到，因为金价不断的创下新高哦，另外一头中国大陆则是不断的囤积黄金、清美债，美债逐渐的被抛售当中。今天会来关心一场去美元备战金融战这一场无声的行动，是否已经正在展开当中？中美金融对抗到底谁会先失血？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金价创下新高，每盎司来到了从年初的2650美元起跑到现在，累积涨幅已经高达了70%了。还会不会再涨哦？这是来自于世界黄金协会现在做的一些采访分析，40%的央行未来1年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买黄金，而专家也认为说，在2029年金价持续的涨，甚至上看1万美元大关。这个是华尔街见闻特别做的分析。现在呢，黄金总市值已经高达31兆美元了，是科技巨擘辉达的7倍。哪一个国家现在疯狂的买黄金呢？答案就是中国大陆。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央行已经连续13个月增持黄金了，累积涨幅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70%了。这当中呢，它持续的这个买黄金哦，那总储备已经达到了7412万盎司，创下新高。光是11月份，就像俄罗斯进口黄金高达了9.6亿美元，数字同样创下了新高。好，赶快来看到另外一边呢，除了买黄金，大陆则是在马不停蹄的清空自己的美债。现在呢，可以看到来最新数字，10月份的美债持有量已经降到6887亿美元了，也是从金融海啸2008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了。媒体特别也传出了市场现在报道说，在中美对抗，还有现在关税战等等金融制裁不确定因素之下，习近平针对了黄金跟美债，他有他的盘算。媒体特别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包括传出他下令抛售了500亿美元的公债，7000多亿美元的美债，他说接下来剩下的这些美债，他也要逐步的把它渐渐的出清掉。另外，针对黄金的部分，本来呢是放在纽约分行的2000多吨的黄金，也偷偷的慢慢运回北京了，跟上海的金库来做储放。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这边传出的媒体报道，习近平持续的抛售美债，把黄金默默运回国内，代表中美这一场金融对抗赛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吗？一场去美元化备战金融战的无声行动，难道已经正式的开打？李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哈。这个美元来讲的话，在俄乌开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以及北约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将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甚至于将它踢出 SWIFT。我这边要讲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到俄罗斯去旅行的时候，那时候带了美金你这个进入俄罗斯之前，你就要将它换成卢布。那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美金来交易，用美金来购物，但是俄罗斯除外。你拿了美金到他们的一般的市场或者是这个礼品店来讲的话，是不能使用的，你还一定要用卢布。所以我们就知道美元由于这个俄乌战争地缘战争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已经这个失去它的这种全世界的公信力。当然就中国来讲，也要提早做准备以防将来这个它也遭遇跟俄罗斯同样的命运，会被制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来讲的话，那美元资产现在已经逐年在下降，逐步下降。我们看到美债的逐步的高筑然后这个美元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失去它资产的吸引力，已经逐渐下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当然要大量囤储黄金。我觉得第三个原因是中美的贸易战现在开打正在激烈。我们知道，中国如果说趁这个机会，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的这种结构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后因此才不会陷入所谓的美元陷阱。当然，中国利用在这次刚好这个黄金大涨的这个机会来讲的话，它大量的抓住这个机会这个以黄金来作为支撑。作为它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撑，大量的囤积黄金。那我们看到，从今年2025年今年来讲的话，它黄金增持，光11月份它就增持了3万盎司这总储备已经到了
7412万盎司哈，对这个光这一年来讲的话，它就增加从它整个总储备从原来黄金只占3%。已经提升到9%。当然，这为什么中国有这么机会买这么多？我觉得也是中国走大运的时候了。因为俄乌开战，好，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他自己本身这个被美国制裁嘛，他打仗需要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除了卖原油，卖原油可能还不够，很多国家不买他的原油，被西方国家抵制制裁，所以他除了原油，大概只有中国或印度要买。那他打仗要钱呢？他钱从哪里来？我觉得就是卖他自己库存的黄金。那他卖他库存黄金，中国刚好这个时候当一个接盘侠哈，愿意接手。所以说一个需要钱，刚好就卖黄金。那中国来讲，利用这个机会，刚好大量的存储黄金。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存储这些黄金，那减持美债，是不是跟美国除了说是在经贸上面做好这种风险管控之外，那会不会未来来讲的话？如果说万一中美一旦开战来讲的话，中国也有这种底气，不会因此而被美国卡脖子、掐住手腕。好，谢谢李将军。那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尚志哥，有关于美元霸权是否也逐渐的衰弱？那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代表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真的是黄金虽然已经涨了这2年多哦，但是真的是到2025年，今年才大家特别感受到整个黄金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价值。怎么说呢？因为过去来讲，其实黄金跟石油能源，它们是互相避险的。大家是黄金跟石油是一统在美元底下的，因为都黄金来计算，所以这2个是一旦有战争，然后大家买黄金。所以过去来讲，风险的规避其实是能源跟黄金之间的抉择。可今年当中不对，今年能源当中很大的变化，也包括因为新能源崛起，所以石油跟能源慢慢的不能说到边缘，但是没有像过往来讲。变成全世界的金融货币跟经济的最核心了，能源到边缘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元过去的力量就降下来。那我们现在看到是黄金跟美债这个之间，因为过去来讲，大家都宁可换成美元或买美债作为长期的避险工具。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债本身出现风险，所以呢，这一波以中国为主当中大量购买黄金，而且不止中国央行，还有很多国家央行。简单讲说，这个部分的全世界的所有对于风险规避的结构，在今年已经彻底改变，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定案，就是黄金有黄金的系统，美债有美债的系统，当然包括美元。但这里头核心还是在于美国整个国家的势力的股汇。股债汇，也就美股、美债，包括美元汇率当中，这3个当中，今年有很大的动荡。大家都知道，美债现在当中，美国自己本身债务一大堆，它的美债不值钱，大家怕得半死。美元也被看穿了，你就一直印、一直印、一直 QE、一直宽松，到处都是美元，大家要买你美元，再买美元都笨蛋了。但现在美股还是很强势哦，而且我就讲，全世界的部分的资金，包括连中国的资金，都还是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非常巨大，资金成为一个巨大的护城河。我经常形容，我们在看现在美国当中跟中国这些资本势力，我都形容是中国是青龙，美国是金龙。青龙是很努力啊，民族意识就我们传统中国思考龙，可是美国这金龙你不能小看，因为全世界的货币的能力跟能量变成它的巨大的护城河，所以2方，一个是劳工跟各方面的努力，一个是资本跟很懂得用科技，这2个力量的抗争，其实现在也体现在美金跟现在美债的2大系统里头。当然，现在大家买美金，开始买黄金，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要避险。整个美国的整体的状况，那黄金的部分就是一方面要避险，二方面现在央行在买，流动性的这种增持能力很强，而且现在预估到明年黄金会涨，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知道明年全世界40%以上的央行还会继续买黄金，而且他们 hold 住黄金不会乱卖，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下跌哦。那最后我要讲的部分还是这里头体现一个全世界趋势。首先，去中心化，美元或美国的势力不再是核心了，包括有新的势力。第二个，以中国为主的力量的崛起，经济势力的崛起，不会依赖美元，当然依赖别的。现在就是扣紧黄金，以及当然拥有黄金，最后是要货币战。当最后无论是台海战争或任何的部分原因，大家要经济对抗的时候，一个也许手握美元美债，当然一个手上有黄金。好。
所以我们持续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金融对抗赛哦，中国大陆手握黄金，那它现在也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了。其实除了持续购买黄金之外呢，它现在也自己开挖更多的这个金矿哦。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2个地方在挖金矿，第一个地点就在辽宁，发现了有一个1444吨超大型的金矿，大到说这个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那根据统计，总价值呢达到了19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6兆元哦，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金矿。另外一个第2个，我们来看到是山东莱州这个地方发现中国大陆唯一亚洲最大的，这个是海底巨型金矿，累计探明金3900多吨，已经占全国的26%了。包括它的金的储量跟它的产量都是全国最多的。另外来看到美国了，持续确实他们还是仍然看好黄金，预估高盛哦说这个2026年底会升到4900美元，摩根大通更是喊到了5000美元大关。川普认为说，这一波的这个黄金利多都是他造就的，所以他说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速前进。但是呢，专家就打脸他说，你确实现在看得起来黄金一直涨，但是都是只是分配给富人而已。目前美国经济10%的富人，光是2025年上半年花费20兆美元，换算新台币600兆，说这个已经这样子的一个10%的富人花费的总额是已经超过了90%美国的人口总和。怎么看两边的财富分配状况？张将军，我认为美国的财富分配是恶化的，因为90%的人是拿到不到10%，因为那个最顶端的10%拿到的是90%。你看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非常的恶化？我认为美国的最重要是它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萎缩，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国内它的 GDP 的占比只有11%是制造业，其他都是金融啊、保险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股票、债汇市都这个，那这个占了89%。你看看这个，那制造业大家所要知道的，真正有竞争力的是制造业，我制造这些东西，这品相你要的，而不是金融、保险、衍生性的商品。那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占比31.6%，够不够？够高了吧？是美国的将近美国的2倍，所以中国大陆是赢在制造业。那将来我认为是制造业决定这个整个的贸易，它贸易的实力是在制造业，那其他的这个衍生性的商品，那只是一些金融游戏而已。那第2个，我认为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的问题出在它的人力成本太高，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贵，那贵怎么外销？同样的东西，我们讲的经常很喜欢大家提到大疆无人机，但我就为什么要买中国的大陆大疆无人机？因为便宜啊，那就是便宜。那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水准，中国大陆就是只有美国的价格的1/3。你看这个就有竞争力，对，价格就是竞争力嘛。然后另外我们来看美国，它这个近年的贸易的状况，美国的每一年的贸易逆差就是买太多东西了，1兆美元。今年最低是9月份，因为现在是12月。今年最低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单月9月份单月528亿美元，最低都还有贸易逆差528亿单月。你说不知道？美国还是没有办法，它关税战、这个贸易战弄下来，美国还是没有办法改弦更张哦。这个状况还没有办法逆转哦。所以我认为它的人力成本太高，还有贸易逆差太大，这结构想要短时间翻转是没有办法。但是美国存了这几十年的钱。所以一下以美元为这个主要的货币，还是没办法改。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美国慢慢衰退，中国大陆慢慢崛起，但是这要时间，中国大陆才能够迎头赶上。还有一个，美国的国债38兆美元，对，那明年我判断明年的现在的时间就是年底，2026年年底可能破40兆。那这个包袱到现在为止，川普上任已经快1年了，没有办法改。所以我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蛮困难的。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中东情势哦。川普最新消息已经夜袭了奈及利亚，但是有一说是否剑指的是伊朗真正现在中东最紧张的地方呢？来看到伊朗现在说3000枚的飞弹已经在待命了，包括来自于大陆的歼20、红旗9加持。那美国跟以色列还会继续的来开战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特别关心到中东要来做解答的话题。耶诞节川普下令了空袭奈及利亚，这一刀现在在看会不会也是在为伊朗接下来的攻击来试水温呢？第二件事情，伊朗放话的，他说2000枚飞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在特拉维夫这边做试射，再加上呢，他们现在正在修复他们的 S300，还有飞弹，现在说年产量啊，已经开到了3000枚1年了。以色列能够成功把美国拉下水，一起先发制人攻击伊朗吗？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我们会一起做解读。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会不会提供给伊朗，包括它的歼20、红旗9跟歼14的雷达？如果进入伊朗的话，美军的 B2还能不能想飞就飞，撑得住吗？以色列的 F35还会是中东现在唯一的王牌吗？今天就军事武器，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好，明明就是这个耶诞节，大家全世界都在欢庆耶诞节，但是这个时候，川普选择要出征，地点我们来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下令的是空袭奈及利亚。此次的军事行动，他以打击伊斯兰国 ISIS 为主要的名号。那耶诞节当晚，我们特别要来看到画面。美军军舰发射飞弹，划破夜空。请导播带我们来看。除了飞弹划破夜空之外，战机也飞越到了非洲的上空，直接对奈及利亚的西部发动了惨烈的空袭。这一场空袭行动，目前死伤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但是至少已经造成5人死亡、35人受伤的惨剧。川普亲自在他的社群上面写下了：今晚我以3军统帅身份对奈及利亚西北部伊斯兰国的这一些恐怖分子发动致命空袭，因为他们过去不断对无辜的基督徒进行残忍屠杀，是数个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他也祝恐怖分子圣诞快乐。川普用行动告诉世界，只要他点头，美军是随时可以在任何地方开火的。但是我们今天也要持续关注到的是，这一场攻击之下，是否会让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以伊冲突是否再次的被引爆呢？因为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纳坦雅胡他说的，以色列正在准备一份战争简报，而且已经送到白宫去了，并且再过几天而已，12月29号，纳坦雅胡就会亲自的拜访海湖庄园，他要说服川普再一次的和这个以色列一起来对伊朗动武。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上次哥怎么看了川普突袭奈及利亚的 ISIS 和上次其实他攻击伊朗是有点像的，其实都没有征兆。这一次，纳坦雅胡到了海湖庄园，能够成功的说服川普一起来这个攻击伊朗吗？那美国会这样子做吗？先发制人，上次哥怎么看？没有征兆，而且在耶诞夜哈，所以这个不是道德性的不能问题。但不得不说，川普最近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征兆前因后果，包括也宣布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要苛征高关税，也是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川普在川习会后哈，大概在整体我们看，其实这1个多月以来，在很多的思路方面好像也变得比较谨慎一点。那么全世界现在都在观察他是不是有在岁末的时候在考虑什么。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突然耶诞夜下令攻击这件事情，还是让大家有所思维。为什么这样讲呢？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要发动战争，过往都是用威慑、威慑的方式，但是要到开火，其实肯定还是要理由。当然，美国其实找理由需要什么呢？他都可以嘛，哈，他就包括以这个恐怖分子，或者说你这个贩毒的团伙，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就说杀说打就打。过去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事后追究就打错了，你能奈他何呢？甚至叫他赔偿都不可能。所以呢，这本身的这些意义，不得不说，在整个来讲，首先我们知道中东至少唯一确认是，川普没有让中东和平哦。他可能要乌克兰战场希望和平，那个是个泥淖，但中东这个地块他没有，所以我现在看到整体来说，我们来思维他为什么最近的时候还是要在思考他的战略思考。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无论如何开战这件事情、出兵这件事情是个总统的权利，
川普虽然是商人性格，他在关税战展现了很多仿佛是商业谈判，但是权力这种东西就只有军事才能够体现一个政治权力的绝对，所以他还是要出兵哦。那么包括奈及利亚现在在对委内瑞拉，大家关注的也是他什么时候出兵，但那边比较复杂，所以他考虑的没有像奈及利亚这小猫咪说打就打。是第二个部分是确实他在中东没有停火这个意图，主要想也包括因为像诺贝尔平奖没得了哈，你不能说又得奖，然后说你都没有打过仗，至少人家奥巴马还稍微收敛一点点，人家得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得就可能先打，还是有一些个人状态哦，这是大家要分析。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都知道，最近其实在美国方面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也公布了中国军力报告。对于美军总体性的跟中国的落差，川普确实需要一个提振的具体的动作，不只是用嘴巴或数字。所以他现在这个部分动作，我相信也会拉抬整个对于美军建军跟接下来的各方面的发展研发，要投出更多的投入的这个部分来讲，确实有个拉动的作用。但第四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伊朗哦。观察伊朗这件事情，算是声东击西、敲山震虎。对于奈及利亚肯这么做，对于伊朗现在传出跟中国是有一些在军事设备方面的部分的合作来讲，也应该是一个威慑的意义。好，所以美军很有可能真的会帮助以色列哦，来针对伊朗做攻击。那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会这么的急？其实原因就是出在以色列已经看到了伊朗在军事上面，尤其他们的军力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几方面我们来看到军事武器上面他们怎么样去做升级。3点来看到 CG， 第一个 S-300的防空系统正在修复，第二个弹道飞弹的生产线现在已经全面是重启了。重点是这个飞弹啊，还是达到24小时不间断的量产，预估年产能可以到达3000枚。12日战争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伊朗实射了631枚飞弹就已经重创以色列了。这一回伊朗再对以色列喊话，他说呢，下次如果再爆发冲突的话，那就不是600多枚飞弹的问题了，他会发射包括了2000枚飞弹，那么数量还有速度、机动、变轨会同时的一起用上。那包括了这个2000枚的饱和打击，再加上法塔赫1等高超音速飞弹，以色列这一回到底挡不挡得住？厉将军怎么看？以色列这回会挡不住。我认为说是，美国一定会协助以色列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对伊朗来实施攻击。要不然的话，以色列极可能会遭受到灭国之灾。那为什么我讲到这么严重？因为战争的形态已经很明显的改变了。那以色列它这个国家最大的弱点是在它的国土没有什么战略纵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四面环敌。第三个来讲的话，他在这边立国之后，跟周边的这些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好好的睦邻相处，反而不断的制造仇恨。尤其像现在加沙走廊的情形来讲的话，它可以说是对周遭的国家不只是这个让他们仇恨而已，根本就是加深他的人道的这种危机。所以那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那12日战争里面，我们看得到。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可以凭借它的这种防空导弹，所谓的大卫投石或者剑山，甚至铁穹系统，拦截住大部分的伊朗所发射的导弹。但是当战争过了中期以后，我们慢慢发现说，伊朗已经找到诀窍，怎么样来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网，然后精准的命中他所望达到的、所要涉及的这些目标。我们看到以色列几个重要的地标来讲都被达到了，包括他们的机场，包括港口包括到纳坦雅胡自己的别墅都遭受到命中，还有他们的情报中心也被打到。可见的后半期来讲的话，伊朗已经找到方法。当然，由于美国的介入那第二个美国的介入，那能够让这场战争那时候收手。那另外一个会收手的，伊朗那时候会收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完全没有空防。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最大强大就是在它掌有整个中东地区的制空权，也就是它有 F-35战机，美国提供给它 F-35战机。那伊朗来讲的话，它制空权是完全没有。其实以色列来讲的话，它防空的性能，我们这次已经看到有很多漏洞，包括连胡塞组织都可以很精准的3不5时打中它的国际机场。那如果说是伊朗之后来讲，如果说能够同时这个现在来讲大量的制造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然后提升它的性能，而且可以同时以一次200枚齐射的方式做一个饱和攻击来讲的话，
我认为以色列以他现在的防空能力来讲，他是挡不住的，因为他国土没有很深的纵深。我们经常会讲说不对称战争，不对称战争。我觉得伊朗这次对以色列，其实上他用导弹的攻击，而不是用传统的战机或者战车这种传统武器来攻击，它可以说也是一种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模式。那后续来讲，如果以色列不跟美国联手，先摧毁伊朗的这些生产导弹的这些工厂跟设施来讲的话，那一旦伊朗这个壮大之后，我觉得他要去拦它，那是非常的困难的。好，确实如将军所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伊朗过去缺乏它的制空权，所以可以看到它现在也不断在加强它的空防。除了刚刚特别提到超高音速导弹之外，还包括接下来会有来自于中国大陆更多的支援，不管是在隐形战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导弹，甚至是雷达预警等等。那其实呢，我们看到最新市场传出来的消息，伊朗呢，它已经计划了，接下来会用20亿美元的石油来换来自于大陆的武器支援，3款武器。赶快来看到第一个大陆的歼20隐形战机，第二个红旗9防空系统，最后是歼14预警雷达。等于说不只是买武器，这是买的是一套作战体系，反隐形、防纵深打击。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军的 B2 还可能自由进出在伊朗这边吗？以色列的 F35是不是这一次真的在中东遇到很强劲的对手了？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伊朗他拿20亿美元买这些相关的武器装备啊。效果有限，因为毕竟伊朗的服务员太广阔，你这个20亿大概就是600亿台币，能够买多少？你要买飞机，飞机都很贵的，你能够买几架歼20，你要买这个红旗9B 的地对空的飞弹，你也能买几套？就伊朗那么大，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歼14的预警雷达，歼14是中国大陆电子科技研究所第14所。所以拿歼14，我说歼14一般来讲都是飞机啊，歼15、歼16、歼20呢，怎么会有歼14的这个预警雷达呢？那个可能是第14的电子研究所专门做雷达，拿这个来命名，所以他对这个名词还蛮陌生的。我认为伊朗出了3个问题，第一个经济问题没办法支撑他的国防需求，因为他要建立很完整的空军，空军很烧钱呐，飞机雷达都是非常贵的。20亿杯水车薪不够，我认为经济没办法。伊朗现在的国民所得，每一个人的 GDP 4200块美金，穷不穷？穷啊！你还有没有这个钱？打仗就是钱了，军备才是钱呢。我认为伊朗经济没办法支撑。第二个，买了这些歼20，还有红旗9，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反逆中雷达的这个雷达系统，这个东西你要训练，你训练个飞行员没那么容易的，要很久，要基础训练、高级训练，然后再换装成。这个歼20的这方面的飞行训练，也变成一个完训的飞行员，要很耗时间的。然后训练完毕之后，你要不要组合训练？要组合训练，你不能只是单打独斗。现在已经进入系统化跟网状化作战的模式了。你要真的要单打独斗，还真的不行。要搭配预警机，空中预警机能不能发现？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哦，没办法发现，然后把这个讯号给歼20，歼20去对这以色列来这个突穿进来的，来这个拦截他的 F35。或者是美国的 B2 幽灵轰炸机，这个都要组合训练，不是只能单打独斗。是，你还有空地配合，空地配合要做，这一经过训练，没有3年5年下不来。所以我认为，伊朗想要建制成这一个具有这个空权的这方面的打击力量，我认为还要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情报战，打仗打情报，美国的 CIA 中情局跟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摩萨德2个联合起来。这伊朗怎么部署？可能都被以色列跟美国抓得一清二楚，摸得一清二楚。以色列会不会将来会不会先发制人？一定会先发制。一先发制人之后，伊朗就站在劣势。所以在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情报系统，我认为在经过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我认为伊朗是劣势，几乎崩溃，好像里面还有内应。那以色列在这方面占有优势，所以我认为在未战之前的情报战。伊朗在这方面就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想要建制成一个很强大的空军的武力，我认为还有一段路要走。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在这个东南亚国家泰检的这个战火，其实零星的战火仍然在持续当中。不过这一回中国大陆持续的在这当中做调停，是为了要铲除电诈吗？这是第一个。接下来也会来关心到的是，还联手了泰缅指导妙瓦底夷平了494栋的建筑诈骗末日，终于到来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泰检，其实呢，零星的战火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发生当中。最荒谬的是，还被拍到说有柬埔寨士兵呢在前线竟然还一边直播卖货，卖他的防晒油。那金边当局已经宣布了，这个泰检双方啊，在边境检查站已经展开为期4天的会谈，主要就是因为有中国大陆在这当中做一个斡旋。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战火好像慢慢的要趋缓之际，竟然是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我们赶快来看到，一般来说参与诈骗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穷啊或者弱势的人会参与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成员不一样了，他竟然是南韩企业千金黄和娜，现在被爆出来是在柬埔寨的机场被逮捕了，原因是因为他在电诈园区里面竟然涉及到里面的电诈园区的操作，还有他当作是性交易的一个中介人物，所以可以看起来说这好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边境冲突而已。我们现在来看到柬埔寨诈骗的整体规模越来越庞大了，到现在有53个电诈园区啊，它的范围从我们一开始聊的这个泰柬边境，一直到金边、西哈努克、泰越边境，一直到泰辽边境，全部都持续的扩大当中。怎么回事？现在是连这个南韩的财阀千金也涉及在这当中，黑色利益到底有多庞大？上这个怎么看？首先讲这新闻冒出来这个黄和娜，那么如果在熟悉韩流的这个影视新闻的人，其实都对他是蛮熟悉的哦，因为他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他不是明星。但他就是经常和娱乐圈在一起的那种富豪名媛，富豪家豪门的名媛哈，他长得也是有点漂亮，然后年轻嘛哈。他当时因为主要传说跟韩国当中的当时的一个很红的明星叫朴有天，很帅的一个帅哥了哈。他们又论及婚嫁，所以一个帅的要命的，而且很红当红的男明星，跟他这个作为南洋乳业的有钱的外孙女，其实确实是那个郎才女貌。但是后来麻烦的部分是，这个黄和娜就拉着这个朴有天一起吸毒，所以后来两个人被整个一大坨人吸毒了，所以他们就被判了1年，是在2019年。所以2019年之后，就黄和娜就臭掉了名声。2020年还继续吸毒，而且被判刑。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上上下下已经就是名声很臭，就是吸毒女。但是他在2023年又因为安非他命之后，他就逃走了，在当时逃了2年哦。他是逃到泰国之后，从泰国非法进到柬埔寨，所以他这次是在金边的机场，不知道他到哪里。他当然不可能回韩国，他因为已经被通缉了，而且他因为刚刚讲从泰国到柬埔寨这个非法的入境，所以他才会被国际刑警用红色通缉令，等于是非常严重的。在机场身份一暴露，马上就把他抓起来。所以当然也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就因为这个女生的韩国蛮有知名度的争议女星的这个身份，所以现在延伸出，因为这2年他躲在柬埔寨干嘛？就传出他就在金边的这个诈园区，到很多，当然现在说他这个性交易啊，说他怎么又在操作这个所谓这个诈骗，我认为其实不见得，很多网络上韩国都很多乱说一通，但他的这个身份，他确实躲在金边。确实，现在初步说是他就躲在这个诈骗集团区里头，因为才能隐瞒他的身份。所以这就使得现在大家从原先泰检的这个部分的战争当中延伸开来。当我们知道在这次泰检当中，待会2位将军会分别提到了后面其实中国介入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国还是要停火了哈，因为对中国还是卷入他们武器的关系。但不得不说，这一次的部分泰检战争，因为大家才突然发现，柬埔寨早年10几年来配合中国在打仗。状似是模范生，可是现在事实看起来并没有。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查的这个陈志，跟台湾也都这个集团，陈志就是跟洪森家族紧扣非常深的。对，所以现在到底这个泰国的这个诈骗集团，是不是一如过去在缅甸一样，就跟最高层的关系，甚至跟洪森家族有关？虽然还没有这么
这么直率的披露，但是各方显示大概都是有关系。所以当大家看黄河岸这个富豪女也可以安然的躲在诈骗集团那里，直到这次在机场被抓到。所以呢，富豪们或诈骗集团们始终还是在柬埔寨的温床之下继续成长。我想现在大家怀疑越来越多了，也在这次的泰柬的这个战争当中，大家看起来泰国配合中国打诈，可是柬埔寨看起来好像里外并不见得真正的配合。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本来很单纯的泰柬边境的战争，现在也涉及到打诈。那泰国说是配合中国大陆，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能够打诈还有打这个柬埔寨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现在说能够打到的，也只有达到泰柬的边境这边，越南跟辽国这边的诈骗园区，他们其实是碰不到的，也不敢碰，因为这当中还是有涉及到非常多的富豪跟权贵的利益。那倒是中国大陆这一次出手了，公安部直接找了这个缅甸跟泰国，在缅甸的妙瓦底展开一个全面的清剿，有哪一些成绩单来看到这个画面上？包括第一个 ，KK 园区494栋的建筑全部铲平，亚太新城也铲除了952名中国籍电诈犯，直接就押回中国大陆去了。今年累计7600多人也被送回中国，连地皮都不会帮他留下来了。中国大陆此刻出手泰柬冲突，目的真的是为了打诈吗？那北京有办法真的吗？逼洪森家族跟电诈黑金产业做出一个完全的切割吗？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个边境冲突变成打诈冲突了。我认为是要以打诈作为出兵用兵的合法性，战争的合法性，那就是要拿这个轰炸的合法性。你可能打到那个老百姓啊，但是问题是我是来打诈。如果真正的泰国要真正的打诈，他应该往西边打缅甸啊，缅甸 KK 园区那个诈骗集团才多嘞，他为什么是打柬埔寨？我认为边境冲突，他为了这个合法性，他为了轰炸的理由，他就说那个就是诈骗集团，让这个柬埔寨啊没有办法来说。我们确实也有诈骗集团，但是诈骗集团那不是要靠真正的轰炸机来炸吗？我认为倒不是，是执法的问题，而不是战争的问题。所以这个泰国为了转移的焦点、转移目标，他就有这方面的理由。我认为要打诈没那么简单。第一个，现在诈骗集团是官商勾结。那为什么打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炸到这些诈骗集团的首脑？早就通报进去了，要来打了，要来打，那就是闻风而逃，闻风而散了，化整为零，先跑了。是这样子啦。因为官商勾结，你没办法打诈，打诈层出不穷的。为什么？大家坐地分赃，对不对？你拿一半，那个政府拿，官员拿一半，每一个人大家荷包满满的，看到钱这个花溜溜的钱钞票，谁不喜欢？所以官商勾结是没有办法的。你真的要打诈，他会化整为零，转移阵地啊，对不对？你像现在中国大陆把那 KK 园区给炸了、轰掉了，你说那个打诈炸了，诈骗集团人有损失惨重吗？早就跑了，人去楼空了，炸了只是一个硬体的空壳子而已。感觉到好像打诈辉煌，人真的是人，不是建筑。因为人才会诈骗，你那个房子会诈骗吗？那不会嘛，房子它就是房子嘛，那人早就跑掉了，你炸个空壳子，然后感觉到好像有招待可以做宣传，你看我打诈了。人这个楼都整个化为废墟了，变成夷为平地了，不是？早就通风报信，早鸟兽散了，早就打带跑，就是这样转移阵地了。现在我认为这个电诈型的它为什么叫电诈？跨国电诈，它可以跨境的，它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在甲地，明天的话可以跑到乙地去了。它是整个的，它是流动性的，不是固定性的。你流动性的，它这种打带跑，你要真正的要去抓它，还没那么简单呢。所以为什么好像这个电诈为什么在嚣张？大家都政府好像很努力，但是问题是事倍功半，好像效果有限啊。因为他打带跑，你以为电诈那么的笨吗？早就消息灵通。我认为他搞这比政府的消息还灵通，早就跑掉了。那这样的话，能不能斩草除根？我认为没办法斩草除根。他转移阵地之后，又这个固态复明，又开始电诈了，只是另起炉灶，转移焦点了而已。所以我认为没有办法根除。是，那将军又怎么看呢？我们看到整个东南亚可以说这个黑跟毒还有赌等于乱成一团。那中间来讲，难道只有这些非法的分子吗？我觉得很多这个包括柬埔寨、包括缅甸的官员，甚至于敏昂莱或者是洪森都很难逃脱出这方面的指控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几个地名，包括到妙瓦底KK 园区这边亚太新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时间久有点忘记了，缅北地区也是一个诈骗集团。所以你看到整个缅甸这个柬埔寨几乎都是诈骗集团的这种乐园在这个地方。那这是我觉得中国出手这一次事情哈，除了说是表面上面他放手让泰国去攻击这个缅甸攻击柬埔寨，去轰炸他的所有诈骗园区之外，我觉得这个中国来讲的话，也利用这次机会，要彻底将东南亚地区做一个整顿，将他们从所谓的诈骗还有贩毒的地区来讲，整顿成一个可以治理的一个地区哈。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不要忘了，当初泰国对这个柬埔寨发动攻击之前，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忽略了，就是太皇到中国去访问。为什么太皇到中国去访问？访问完之后，泰国就开始出兵打。我觉得泰国是跟中国打招呼了。有一句话叫做"打狗还看主人面"嘛，对不对？跟你主人先打个招呼，他出手打这个柬埔寨。因为泰国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对他自己本身的观光旅游业也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你看他从北边开始哈，这个缅北集团他用的是地方武力，将这个缅北4大家族铲平掉。然后对于缅甸地区来讲的话，当然用外交能力，然后逼着敏昂来自己去把它灭掉，这是很明显的哦。你说是表面动作还是怎么样？但最起码他已经做物理上的清除了，已经做外科手术式的割除了。然后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讲的话，他借着泰国叫泰国以这个肃清以这个边界冲突的理由哈，事实上就实行这个攻击诈骗园区为实的一个攻击手段。当然，我觉得中国有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它必须逼着这个不管是柬埔寨的这种洪森，或者是这个缅甸的敏昂莱，必须要好好的将这次诈骗集团做一个肃清。因为我们知道，这整个诈骗集团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哈，形成一个供应链，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诈骗集团的问题。我们看到电话可能在这诈骗园区打出来，这个诈骗电话可能由诈骗园区打出来，但是它的伺服器可能是在另外第3个国家哈，包括美国的星链也参与其中，网络链是星链计划，那它的金融体系可能是用泰国的银行，旅游业是从泰国进出的，人员这些人员进出是从泰国进出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受害的都是中国人。对，所以我觉得中国来讲，他之所以受害，他必须利用这次的机会哈，彻底的、好好的将东南亚这些诈骗园区，甚至于这个贩毒的集团，好好做一个清理。然后将来中国自己才不会说是被这些国家人民受到这些荼毒，受到他们的迫害，然后将自己辛苦的积蓄的钱都被诈骗集团骗光了。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军事消息，今天带光朋友特别看到2款来自大陆的军机歼20S，它亮出它的航母的猎杀链，这是第一款。第二个我们会来看到是歼20A，则是瞄准了关岛，中国空中战力正在正式的摊牌。今天我们来看，距离美军剩下的安全距离还有多远呢？好，今天会一起做解读。好，已经逼近年底了，现在中国大陆呢，它的航空产业开始也交出了成绩单，被点名的就是中航工业自己点名，他们比较有信心的，包括了这一架歼20S的战斗机，他说呢，具备了对海可以做一个精准的打击能力。包括它可以作战的方式是有人机配上这个无人机一起做协同。军事的专家也特别做了分析，所谓呢这个有人机跟无人机协同，还有这个对海精准打击，它特别提到的就是可以和攻击11这一款隐形无人机一起来配合做这个混编飞行。那么这当中包括了它可以去装上发射它的鹰击18C 反舰飞弹之外，它的内置的弹仓也可以携带鹰击21极音速的反舰飞弹。那么这个作战的方式就是无人机先上，锁定航母之后，最后来发射这一款飞弹。那么中国军事专家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有关于歼20S 它的这个机体容量比较大，它有哪一些好处？他提到2点，第一个可以安装更大的自卫电子对抗设备，同时间第二个发射更强的一个功率。好，所以呢，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了？如果歼20S对上美国的第
7舰队，尤其是航母，我们看到的这个华盛顿号，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歼20S的电战跟对海打击能力又有多强？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要实施饱和攻击才能够一举奏效。如果只是靠歼20的话，我认为效果有限。因为歼20的它的作战半径固然够，但是华盛顿号它不会进入第一岛链，它会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换句话说，歼20要穿岛链去攻击华盛顿航空母舰打击群才有办法。但是在穿岛链的这个阶段，歼20来讲，它是有任务执行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它飞行时间过长，补给线过长，作战线过长，很容易在宫古海峡或者是这个被美国由加手纳空军基地起飞的这个包含它的这个 F-35实施拦截，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因为中国大陆这方面的这个歼20。那个经过美国这个在低轨的人造卫星，它经过 IR 红外线的侦测、跟雷达还有电子光学的侦测，可能会抓得到它。它虽然是逆中，但是我们知道啊，前视跟后视的逆中效果会比较，但是俯视从人造卫星上俯视，它这个可以抓得到它的。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讲的整个机背是没办法做逆中。那这样的话，我认为还是要来一个饱和攻击。饱和怎么弄呢？我认为中国大陆可以第一个，它拿东风系列导弹，东风21跟东风24，还有东风26，可以从这轨道下来，从地球轨道下来的对航空母舰实施垂直攻击，这个有办法。东风21、24、26导弹对它实施饱和攻击，从不同地点发射，但同一时间到达，有这方面让它实施饱和，让它应接不暇。第二个就是无人机，我们攻击11，攻击11哈。它是飞翼，气动力非常好，而且逆冲效果也很棒。那攻击11做踹门也过去，攻击11对它，既然是攻击11，就对它。这可能美国想要发现攻击11对航母打击的已经措手不及，因为它逆中，能够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在迫在眉睫，也让成这个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应接不暇，因为上面有导弹，下面有这个攻击11的攻击。另外就是我们大家的歼20，歼20再出来。挂了鹰击21或鹰击18的反舰飞弹对它实施攻击，你这样的经过3重打击的话，可能航母的战场存活率就要降低了。所以也可能但是不要忘了最后一个潜射式的这个有潜射式的发射反舰飞弹或潜射式鱼雷，再给它做一个致命打击。你要从4重打击，可能会造成航空母舰会招架不住。好，这个是中航工业在年底特别发布的2项，他说它的重要成绩单。刚刚将军帮我们特别看到的歼20S 之外，我们看到第2架，这个是歼20A，近期则被爆出了它也在进行2项非常关键的验证。第一个，我们来看带观众朋友看到是野兽挂弹模式，可以携带16枚空对空飞弹。第二个是它的最大转场的航程验证，在机翼还有它的机腹外挂4具的大型副油箱。原本呢歼20的作战半径大概是1500公里，如果说外挂了这个副油箱可以来到2500公里，代表说整个第2岛链都已经在射程之内，再加上霹雳15的射程300公里的话，代表它的作战半径还可以再更大。所以说已经可以从南海威胁到关岛了吗？美军接下来会这么做吗？厉将军怎么看？为什么作战半径要到2500公里？因为我们刚刚有段影片，美国的战斧巡弋导弹，它的射程就是250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说美国的军舰在2500公里之外，就可以对中国内陆的主要目标来实施打击。那对中国来讲的话，我要防御来讲的话，当然要拒止你这些军舰可以接近到我海岸线2500公里。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大陆可以使用什么武器呢？我们刚刚知道东风17、东风26都是可选择的武器。当然，如果说由战机来挂载的对舰导弹来对这些舰艇实施威胁、实施攻击来讲的话，也是不失是多一种的这种反制的手段。好，那歼20本身它的最大的亮点就是隐身式的战机嘛。那它如果说是外挂的油箱又外挂的导弹，当然会失去它隐身的功能。可是，在这种状况下，孰轻孰重那就很重要，事情有先后缓急。第一个，如果说是为了让这些所谓的美军的这些战舰不能够接近到海岸2500公里之内，它可以先期用攻击11无人机来当做打前站，
在前面做攻击。那它歼20来讲，这个时候纯粹就是做一个炸弹，扮演一个炸弹卡车的一个功能，携带大量的导弹来做攻击。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牺牲掉它的隐身性，也就是说，它的这种我们讲的，不管是它最大的弹仓里面能够放最大的导弹，大概是 PD-15哈。那以空导弹为主，当然如果说要对舰攻击，它所带的鹰击导弹，那它的体积会比较大。弹仓里面可能是放不下的，所以它必须采外挂的方式。另外，为了达到更远的射程，空作战为了达到更远的射程，它可能要挂的是 PD-17啊这款导弹。那这个体积也比较大，弹仓里面放不下，所以它可能必须要采取外挂的功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一波可以用攻击11将这个敌人的战机拒止在这个作战的半径之外，甚至于对远后方的预警机或加油机实施打击。那歼20在这种状况之下，第二波的火力攻击，它并不需要在保有它的隐身性的状况之下，它可以这个牺牲掉它的隐身性能，采取野兽模式总共可以有16个挂架，可以挂各型的导弹以及副油箱啊。对于远在2500公里之外的美国的这种携带战斧型的这种各型的这个军舰包括到驱逐舰等等来做攻击、来做打击，那以确保它自己本身境内的一个安全。好，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特别针对歼20系列战机做的性能跟战力的分析。那它整个武器系统是不是代表已经逐渐的越来越成熟并且完备了呢？我们稍微来再回顾一下今年9月份这个长春航展。本来外界认为说最震撼的应该会是在他们的表演，但是没有想到，发现是在地勤，因为地勤人员当时看到一个画面，他们就是在用这一种无尘布在擦拭歼20。那对逆中战机来说，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啊。南华早报就揭露了原因，为什么可以只用这个无尘布？那因为呢，它已经采用的不是这种传统比较脆弱的逆中材料了，是新一代叫做这个高稳度的隐形材料。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在600度超级高温之下曝露5分钟，真空环境1000度长时间加热还可以保持性能，而且它的材料损失不到1%，在200公尺每秒的高速气流之下，代表说整个歼20体系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吗？能成为接下来大陆的军工产业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吗？上志哥怎么看？歼20其实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可能确实跟中国大陆这个空军战机的这个研发是相关。它在2011年首飞，2016年正式的服役哈。其实这个过程里头，恰好就是中国大陆在发展全部的武器。以空军来说，各种的战机，包括延伸的这种机种。包括在所谓在研发一开始首飞之后，在真正服役之前，还是继续的不断的更新跟优化，包括他们的光电或雷达系统，不断的是在调整那我想这个部分来讲，恰好也针对了在这段期间，2011年到现在这10几年中，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歼20，它的总工程师叫做杨伟，他是西安西工大毕业的。那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就在西工大，他说整个校园里头都歼20的这个飞机，到现在为止还是有这个，所以包括歼20跟运20都跟西工大其实相关所以包括在整个过程里头，所有包括这个歼20在模拟战争空战的时候，也都是这个西工大的团队。我讲的部分就是中国大陆其实就恰好在这10多年，包括这些总工程师出身的背景在内，所以跟学术方面继续有新的论文，继续优化。旧的所谓的包括空军战机的机种在内，包括研发新的，就这10多年。所以呢，这里头从学术包括到我们讲这次它是成都飞工做的嘛我说歼20，所以包括这个国营企业的当中的这个军工业自己本身也大量的采集了，除了研究系统从学术圈里头的这些理论报告他们验证之外，也大量的从民间再去做各式各样的采集，包括他们的供应链跟零组件的这种创新所以这里头可以看到，恰好就是歼20发展的这10几年间，
是整个中国大陆，也包括空军战机在内的全武器的这种产生一个有别于美国的自己的全研发的部分的系统。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航的部分来讲，其实才会有更多新的歼20延伸的机种，刚刚前面提到的在内。不过呢，而且这里有蛮好玩的，中国大陆的戏剧哦，我特别注意到他们一些电影，像《流浪地球2》，就是用歼20放到他们的戏剧里面，经常拿歼20作为这个他们自己本身这个民族情怀的演出哦，变成一个文化。